在 V57系统，我们都知道了有全身虚拟形象。如果你点开 Quest2 设置里的运动追踪界面，你会发现多了一个手势和身体追踪设置开关选项，写的是切换手势和控制器追踪，让虚拟形象更逼真。启用之后，头戴设备会收集你手部大小的估计值、手势和身体姿势相关的数据。而在 V56里，这一段只是简单的写着手势追踪的设置开关。启用之后，头戴设备估测你的手部大小，并收集手势相关信息，并没有提及身体追踪。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在 V56和 V57连续切换下，我感觉 V57的手势追踪在触控模式下确实提升了很多。针对运动追踪，其实在 Quest 的开发工具里，运动追踪 SDK 我印象里是分3个部分的 API， 分别是手势追踪、眼部和面部追踪以及身体追踪。Quest Pro 应该是3个设置选项都有，而 Quest2 只有手势和身体追踪，但起码可以确定 Quest 的身体追踪是不需要新的硬件来辅助支持。关于这个身体追踪 API， 去年 Connect 大会给出的介绍还是用这样的一个上半身的模型案例，但实际上 Meta 研究人员去年还发表了一个关于 Quest Sim 的研究项目，可能部分朋友还有印象啊，这里的 Sim 就是模拟的简写，讲的是通过对头显、手柄控制器和手势的位置方向数据作为输入，其他数据全靠机器学习预测，最后模拟出全身的动作姿态。因此，这就跟新出现设置里的收集身体姿势数据完全对上了。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还是对 Quest2 的身体追踪部分做一些补充。目前主控式的虚拟形象虽然有了全身，但下半身的还可以只依靠头显位置做预测。比如你站定不动，只是身子向左右侧倾，这样在横向距离上，头显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它就会模拟成你向左或者向右走了2步，但实际上你并没有动。因此，上下半身的关联度几乎是0的原因，就是现阶段主控室这里上下半身还是没有用上手柄的数据做预测。其实包括 Quest Sim 的研究片段也是啊，看着好像拿着手柄小跑步的姿态模拟的挺不错，但是你考虑到实际表现上，还会有虚拟形象的服装纹理渲染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效果又会打折扣。所以全身虚拟形象只在第3视角出现还是很有道理的，起码别人看你是感觉不到你的虚拟形象动作对比实际动作是会模拟的有问题的。不过 Meta 已经在手势追踪上证明了自己算法的强大，手势追踪的每一次进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身体追踪的表现也会慢慢的成长。我觉得目前他们还是需要有几个标志性的使用身体追踪 API 的应用和游戏面向玩家，才能更好的有目标性的去训练数据。当然，如果你说真的要做到虚拟形象跳跃甚至随意踢腿，光靠预测模拟还是不行的，毕竟终究不是真正的动作捕捉，未来还是得在 Quest 的头显下方加2个摄像头，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模拟知识的精度。这2天很多朋友都在转发韩国媒体报道的一个新闻啊，说是 Meta 将与 LG 合作开发全新的 Quest Pro 头显来抗衡 Vision Pro。双方合作的首款产品将于2025年面世，售价约为$2000。老实说，韩国媒体说这是它的报道核心是 LG 而不是 Meta， 原本也是没有什么营养的隔山弄养。因为 Meta 找上 LG 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就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 Micro OLED 显示器，但 Micro OLED 从来不是安卓阵营挑战 Vision Pro 的重点，而是高通什么时候能拿出可以匹敌 M2 的 XR 平台处理器。就现在这种状况，你出一台 Pro 的机型，处理器跟标准版用同个水准线的处理器，算哪门子的 Pro 呀？没有好的处理器，你想堆料都没有那个金刚钻给你堆。文章里唯一一个新料是提了一嘴说到 Meta 计划在2024年发布廉价版的 Quest Lite， 预计售价低于$200，这低于$200是真的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啊！我知道这个主打面向青少年群体是取消了各种功能的阉割版，但是没想到可以这么的丐榜，$200就基本代表是Quest2换皮，甚至是 Oculus Go 的加强版，然后当一台纯的大猩猩跑酷和 Roblox 的启动器。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很难说这个产品策略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馈。正面来看，美国市场确实有很多低龄的 VR 用户 ，Meta 也在偷偷摸摸的把使用年龄下限从13岁降到10岁。这价格要是能让孩子们在假期人手一台，倒也是非常成功的增量普及。但负面一点的话，就是在2024年大家都见识过 Pancake 的优点之后，还要让用户买过时处理器和厚厚的菲涅尔透镜的 VR 头显，真的还有那么大吸引力吗？只能说在美国这边啊 ，Meta 有着多年的市场用户数据做支撑，同时美国家长也不会过于排斥给孩子买娱乐数码设备当礼物。这一层的用户土壤的培养，确实是我们在国内比较难去匹及的。
那最后就是已经到手快乐商实机的一家 VR 配件厂商晒图啊，确认快乐商的配件跟快乐兔是不能通用的。根据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快乐商的侧壁连接段会比快乐兔的更宽更长，而且有一个镂空处留着作为充电口。大家决定购入快乐商的话，就要做好配件不能通用的准备。当然，头戴方面，我觉得第三方配件厂家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转换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网上这边欧洲的商店还曝光了快乐商官方配件的一些售价，真的是一如既往的高价坑钱啊！精英头戴和2合1充电底座都是要150欧，一个收纳盒都要80欧。当然，到时候在美国这边估计还是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我还是想说这4个字：贵得离谱，大家千万不要上当。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龙鳞 VR 角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